说后来生出来像那个像吗？像吗？要像他就完了，哥哥，就完了。没有，跟我长得特别像。那烧饼上面撒韭菜就绿了。然后呢，怀孕之后就在上海就见到我老丈人。头一天见我老丈人的时候呢，我自认为已经说相声说了好多年了，应该认识你，有一点点群众基础啊。哎，结果我老丈人不听相声，老丈人说我只看综艺，我喜欢刘维。又是刘维，所有老丈人都喜欢我，都喜欢刘维，老丈人杀手。那咱就踏踏实实聊吧。我就说啊，这个老丈人您放心，以后呢我好好对我媳妇儿。到了北京之后呢，争取我再好好奋斗2年，买房买车。当时我老丈人听完这句话呢，就敬了我一杯酒，拿过一杯啤酒来就泼我脸上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么严重？开玩笑吧？泼你，拿酒泼你啊？对，那变成酒饼了，哇！所以你为了回礼热情一点，拿热的开水泼水节呀，开始互相泼呀。是不是现在还没搞对象？哎，弟弟，我期待你跟你老丈人见面那一天。好，切磋，到时候。当时是因为闹了一个小乌龙，因为呢，我老丈人对我不了解，就问我媳妇儿说：“烧饼这孩子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？”然后我媳妇儿怕我老丈人瞧不起我们，就撒了一个谎，说烧饼现在在北京混得不错，有房有车。我说那个混2年混好了，我买房买车。我老丈人一听，说这不是骗子吗？串了，对，他骗我闺女。当时一生气，就敬了我一杯。哦，这么敬的，那以后咱们敬酒省事儿了，就互相撒啊。后来呢，这个误会呢就解释开了嘛，就是当时就聊的就很开心。然后呢，陆陆续续收拾东西就要回北京嘛，我们俩也领完证了。当时我就想，还没有跟人家求婚啊。虽然说我提前准备好了，这钻戒都买好了，但是你说我天天老陪着他，还是得有一点点意外的惊喜嘛。哦，然后呢，我也是定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烤肉店，然后呢就给我们介绍人打了一个电话，我说我陪我媳妇儿啊在外边忙活，我跑不开，我说你呀受累，帮我买这个999朵玫瑰啊。然后呢，我就赶上去这个厕所的间隙啊，从前台把这个玫瑰花一大捧抱在手里边，在这个烤肉店跟我媳妇儿求的婚啊，初见面的地方。对，哎呦，那这戒指当时是拿那个夹肉那夹子这么夹过去的，你拿一下，哎，太烫，很正式的从火里拿出来，够真心了吧？真金不怕火炼，戴太疼了哇！神经病啊，神经病！然后就说你能嫁给我吗？但是到现在啊，我媳妇儿都没同意啊，到现在都没回答，没同意。不是，孩子都生了，你说我愿意吗？同意了，但是现在也有一个遗憾，就是你看别人那个女孩被求婚的时候啊，都画得漂漂亮亮的，是吧？就她当时又戴着口罩，也没洗头，这个也没怎么捯饬，就觉得是个遗憾。然后我这人其实呢，不是说很有仪式感的一个人，我都是把事儿做在实事上。然后呢，我就在去年吧，我的一个朋友烤肉店要开连锁，我就投了一点钱，给我媳妇儿呢开了一个烤肉店。这很浪漫，很浪漫。对啊，就给他完成了一个梦想。希望大家有机会在北京的时候去我们开的这个烤肉店，请你们吃烤馒头片儿。那我得敬你一杯了。又说饼哥真的是你对媳妇儿真太好了，对媳妇儿真的是很上心，在家里面听媳妇儿的话，兄弟们都看在眼里。俗话说得好，听媳妇儿的话暖心又发家。那要是听美素佳儿奶农的话呢，那肯定是能拥有一个好奶源。哎，这个我听过，人家美素佳尔的牛都是自然鲜草放牧的，2255天吃的都是生长28天的15厘米高的黑麦草，因为他们坚持慢工出细活，才能产出天然蕴含活性乳脂因子群、免疫球蛋白、乳铁蛋白的好奶。哇，这么用心产好奶，那就把它送给对媳妇儿最上心的饼哥吧。好棒啊！哇哦！
他说这个我也有一些。10几年前，我一哥们倍儿愣，因为他特别爱他的那个女朋友，然后第一回见老丈人的时候，因为他特别护着他女朋友，然后他老丈人跟他说：“哎呦，我这闺女以后交给你了，我这闺女有点不懂事儿啊，然后有点任性。”他说：“你不准这么说我女人。”后来还好吗？这个人太愣了，这人哇塞，太爱他了哈！你们会不会一句话记在心间？我觉得有的时候一句话就能对一个人来说很重要哦。就比如说有一次我那会儿刚毕业不久，然后有一个同学就出国嘛，他要出国我们就都送他，然后那会儿关系非常非常好，现在也不错啊，不用着重说明，这个越说越假啊。他就跟我说，我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见到你啊，第一件事要见到你。你得当空少哦，那得。飞进中国的领空就得看到他，我在你前面。那还行。当时是什么情况？当时他真的后来回国了，第一时间就去真的找我了。哦，那天还是个晚上，落地了之后打了一个车，我们家住农村。到那之后，恰巧我不在家啊，但是我父母在家，那会儿已经很晚了，都已经睡了。然后大门紧锁，他是翻墙进的院儿，凌晨3、4点了。因为农村嘛，大门锁了，小门就不会锁。他拉开门就进去了，屋里在喊：“老孟，老孟，好吓人！老孟，老孟，老孟，老孟。”完这时候向我出来了，我看你都不像好人，哗哗哗哗！你是什么人呢？终于让我逼到你。因为我爸我妈就睡了嘛，那种熟睡的状态，哇，他就摸到卧室了，然后进屋，啪，把灯就开了。我爸我妈在炕上这么躺着嘛，因为他们睡觉头冲外那种炕嘛，头冲外，他说老孟，脸就是2个人是这样侧，2个人躺在那儿，然后睁开眼睛，他这样2个人，六目相对，他当你爸，他装你爸，还占便宜，六目相对。老孟，没有，当时躺着是叔叔阿姨，妈妈一只手，爸爸一只手，来，老孟，1、2、3，棒棒棒！哎，再一躲开还来个嗨翻，那就不是向左了，那是向左和向右。然后就我爸我妈就醒了嘛，然后我也不在家，就是他就睡在我们家睡了一宿，第2天就走了嘛。后来就又出国了，也没见着我，没见着。然后后来，但是他完成了他的承诺，对他完成了他的承诺。回国第一件事就是去你家，但是见不着就走。对，反正我见不见到你，反正我做了这件事儿，我到你家去见你。反正见着老孟啊，老孟见着了。没错啊。因为生活中有时候随口说的一句话，你的爱人或者你的朋友都会放在心上。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跟朋友玩，他说我帮你点了西瓜汁，因为你上次说过你喜欢喝西瓜汁，那一刻你甚至都不记得你在他面前说过这句话，这种惊喜反而让我们会特别感动，你就会觉得哇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在乎你。所以就是如果你们身边有那种你随口说的一句话他都能记得的朋友，真的要好好珍惜他。希望大家身边都有这种人，好吧？那我给那个我们照明一个电吧，我觉得得这样的爱情故事，随着通带，好嘞，谢谢。耶！接下来到了我们杜海涛，海涛老师来了。那个希望这段我岳父能看见啊。没有，我发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浪漫内核。你最浪漫了，好浪漫呐！记得我有一次就跟孟晨那个做了一个什么浪漫的事儿呢？我们一起去吃饭。好浪漫啊！哇，好浪漫！去吃饭，好浪漫。然后我拉着他的手，哇，好浪漫，好浪漫！拉媳妇儿的手不容易。然后我在前面，他跟在我的身后。然后我们坐在那个凳子上是面对面的。太浪漫了！我们那天点的是那个缩边鱼，哇，一起缩那个鱼的边儿，哇，好棒啊！这个一般。你很浪啊！你不只干过好多事儿了吧？你能不能把话说完？你很浪的。然后那天我干了个什么事儿呢？就实际上我是买单了，但是我走的时候拉着他的时候往前走，已经走了很久了。然后我跟他说：“我说我跟你说一个事儿，
我刚才没买单。孟晨说歪，喂，那个警察局吗？当场报警。对呀，他说为啥？我说酷不酷？我想跟你做件浪漫的事儿。这浪漫吗？这哪儿酷啊？他说乖，你本来在网上口碑就一般，你别干这个。不是，你好像把这个事儿都做错了。人家影视剧里面是这样，我们2个现在数到3、2、1，一起冲出去。私奔，哇塞，你得跟人家说清楚，没有那种出去以后我刚没买单，这哪里浪漫了？有毛病啊！我发现咱俩差不多，不太会浪漫。我那事儿也干错了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他我开了一烤肉店？就应该到那家烤肉店吃完烤肉，店是你的了，走，店是你的了，走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进入正题了。哇塞，还没进啊！挺慢的哈，就是说进正题，浪漫是这个慢哈。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人，谁？我不知道杜数大家认识吗？杜数，度数就是说配眼镜那个度数是吧？要看多少度？我听过杜甫和朴树，不知道杜数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杜数是谁啊？杜数是，他是当代的浪漫主义诗人。哇，他的诗歌呢，充满了对自然、对人生、对理想的热爱和追求。哇，会用这样的方式记录生活里面的浪漫，展现出了超凡脱俗的诗人气质。哇，好想认识啊他。 Amazing！ 哇，捧这么高吗？这是谁呀？谁呀？你们公司新人？正式在下，正式在下。哎！都走了吗？那我从那边走了啊，拜拜。咱们一队的啊，又赢了！哎呀，德云社也太好赢了，他刚练一下都走了。大家别着急走，我现在就步入正题。我期待半天。那你为什么要写这个诗啊？因为那个时候出差就总是见不着，然后见着了之后就又要分开，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总要分开？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分开，不断的在分开，然后我就是想写这个东西。真好，真好。是这样，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呀。行，我希望就是我脚尖到这儿的音乐就来，好吧？想他，朱古力舒芙蕾是甜的，西瓜芯儿是甜的，糍粑粑是甜的，想他也是。哦，想他是甜的啊。樟树港是辣的，酱香型是辣的，芥末很冲，冲到脑子里是，我想你了。啊，这一段眼睛也是辣的，这一段。结果是土味情话呀。写这首诗的时候应该没在一块儿啊。啊，对，在一块儿就挨打了。来，是这样，我看看下一篇吧，好吧？来，因为毕竟手里还有好多呢。接下来呢，看哪位小朋友想先来展示一下呀？就是说读你的诗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这边不错，我看看这边呢。那既然大家这么踊跃，那我们先让孟鹤堂同学先来给我们读一下。我大大的一个吊凳。来了，谢哲是谁呀？谢哲，这个会不会念折射？这个。哥，你找他找错了，他有阅读恐惧。折射没有关系，今天我就要克服这个阅读恐惧。哇，这么长的诗，好长啊，朋友们！大家看那个整个这篇的最后一行啊，我写的这个日期是2021年的12月2号，就是对折，哎，对，因为那一天大家其实都在发，就是东西是对称的，然后我就根据这个感受，我就想写这首诗。折射，知道。啊，我看到的我，不是我眼中的我。哇，瞎子，我看到的我，不是你眼中的我。哎，为什么呢？你看到的你，不是你眼中的你，而你看到的你，不是我眼中的你。哇，罗圈话就到这儿了吧？我看到的你，不是你眼中的我。你看到的我，不是你眼中的你。折射
会让物质发散，铺满天，这字念什么？天际，天际，天际，铺满天际，映出完美的天真。失真。你要是实在看不见，那也有，好吧？那也有啊。就剩3句了，你给我坚持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光在物质的传导下产生碰撞，这是受控的，也是失控的。他应该叫折射吗？这个叫睁眼瞎呀。不是哥，我突然想到有一首 rap 啊，我是你，你是我，我是你，我是谁？你是我，对我是我，你是我，那我是谁？哇，潘玮柏，潘玮柏，有的时候艺术之间会有一些这种雷同的碰撞。哥，前面这10句特像俩酒蒙子喝多了。我说你看到我是你眼中的我，对，你眼中的你，我眼中的你可不是你眼中的我。那个，不是你信三哥？醒了没？那你为什么要写这个诗啊？当时，实际上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？其实真的就是有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认识的我也不是真实的，我们认识的身边的人其实也不是他理解的样子。然后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，但里面没有看出来是这个。这个感觉特别像骗姑娘用的那种方式啊。没关系，现在刚刚只过去了一半而已。有关系。来，接下来下一篇，让我们看看哪位小朋友。哥，我行，我能念，我能念。既然大家这么踊跃的话，皇子你来一个。哎，好嘞，没问题。叫我和，哇，哇，就这么多。哎，好，你是爱我的。好好读啊！从我懂事以来，这条河就陪着我一起长大。这条小河滋养了田地，也哺育了我。哇，这好，就这么点儿呢？这好。我先说一下这篇为什么写的这么少呢？对呀，写不下去。这篇呢，我其实很想跟大家一起就是共同创作完啊，因为这篇呢是我写给何老师的。哦，这个其实是何老师过生日的时候我想写啊，但是真正想写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多情绪涌入了之后，你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去下笔了。是。但我觉得今天很开心，既然跟大家有这个缘分，懂了。这个环节叫你行你来。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，因为那个明年呢，就是我也会出一本自己的散文集。哇，真的吗？有勇气，有勇气。就这篇，如果大家好好创作的话，我很有可能我会好好的考虑，然后收录进去。收录进去，咱们好好跟你谈谈价格的分成。那一人一句嘛，那我先来。这条小河滋养了田地，也抚育了我。这条河还在原地，而我已经改道了。怎么样？就你已经往外面去漂泊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改道了，他改道了，他改到了东北，改到了广州，高铁呀，改到了深圳，每一个角落遍布着小河。啊，你坐下吧，好吧。哦，谁有感觉谁来啊！现在创作激情都在了。我也想努力的成为这条小河，滋养属于我的那个我。有一点他第一个诗的意思。我懂，因为你眼中的你不是真实的你。这句诗一看就受到杜叔的影响，一看就是杜叔的书迷。那你要这样的，我接不了了。来，我帮你顺一句，按发挥啊，按传统诗歌。哦，我看错了，那不是河，接。哎呀，对，因为这个时候确实需要是一个这样的情绪节奏。不，我看错了，那不是河，那不是一条小河，那是一条大河。哎，我来接一句，我来，
行不适合，我可以让所有的不适合都变得适合，可以吧？快点，还有谁？快，又来了！适合不适合，为何，人生有几何？还是可以的。哎，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听不懂，但是感觉很有诗意，而且还有一种就是我听不懂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艺术是什么？只有你不懂，没有我错了。来收个尾。哎，这位兄弟还想来一句。哎，收尾是，就像我们杜叔老师的诗一样，我们要特别的美，情感特别的朴素。这一段是诗吗？你在干嘛？你送祝福来了？你算。没到这个收尾呢，我是诗还差一句收尾，你不用点播。大老师咋办？现在要收个尾了。哦，但是有何老师的点应该是最后这样的，他是什么何？你不说我不说，他会心里永远想着我，是不是何老师这样一个人？他就会默默在你最需要的地方，然后他也不会告诉你。我才知道，哇，海涛湿气很重啊，知人的感觉湿气很重啊，这个人。我失态都有点牙印儿。我最后收个尾吧，就我虽然唱跳都不太行，但是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执念，很期待说他如果变成一个音乐作品会是什么样的。真的很幸运是，我也会找一个朋友。我说有没有可能把我写的这些东西凑出一首歌来？那个朋友不会就是你自己吧？是杜树老师，不是，他有很多分身啊。写诗的是杜树，做音乐的是杜鹃花啊，不是，是我另外一个就做音乐的啊，然后我就发几篇，然后给他，然后他真的就是帮我写了一首歌出来。哇！哎，能放吗？在这儿？那既然大家这么有热情哎呦，别，哎呦，今天。这么多歌手在这儿，我这不献丑了？哎呀，别，我们有一个常用的互动啊！不来了，哎呀，不来了，来一个歌，来，哎呀，不来了。这首歌叫《年糕与藕》，来了啊！深情的男人。哇，这么好听的。多长？这不是要你呀！太帅了，好好听啊！好听！因为我这里面所有的词全是我写的。谢。来，帮我带给杜树。对，我是杜树的迷。谢谢，厉害！真的很好听，而且就是很有点感动。谢谢。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儿：地球人离不开浪漫，因为它能带来幸福感和满足感。地球宝宝也离不开美素佳儿，因为它有高活营养的好奶源。为了让自家牛牛幸福的产奶给牛牛喂的都是生长28天、长到15厘米高的黑麦草，让牛牛草木慢养2255天。美素佳儿的牛牛生活的如此幸福，自然能产出蕴含活性乳脂因子群、免疫球蛋白、乳铁蛋白的好奶。好，来，我们开始聊浪漫的事。皇子呢？其实说到浪漫的事情，我觉得其实就学生时代嘛。就是
追女生的时候的这种浪漫啊！你还追过女生？你小心一点啊！帮在玩火，没有专业僚机帮同学追女生哦，在小男生的脑海中呢，就认为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分享给自己喜欢的人，这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。一直给他送男装、送男鞋，神经病，一直送男鞋也是可以了。没有，我们就是晚上因为住校嘛，下了自习以后，我们食堂阿姨会有加班给我们做点宵夜啊。那会儿呢，其实包子是做的最好吃的，馅儿好吃。对，没错。当时呢，我们就是很喜欢买包子嘛。然后那天那个同学就跟我说，这张卡给你，你把那剩下的包子包了，我们把包子包了。当时进去哇，拿到那张卡的时候太帅了，这辈子都没想过自己去了以后说要把所有包全买那种感觉，就是排在你后面的同学都投来那种就想杀了你的这种眼神，就是你要给女生送好多包子。对，就是因为等一下同时追60个女生嘛，要把包子包下来。没有，就是觉得说都给她吃，然后就是显得就是好像很帅。哇塞，那个女生是毛豆吗？然后买完了以后，哇，当时那个阿姨也是盯着那个眼神。Are you sure？ 哇，然后就刷了，没关系，啪刷完了以后，那卖完了嘛，全部在我这儿。然后拿着这个包子，哇，就走过去啊，然后就给人家放在桌子上，就说是都是送他的，转身就走了。应该没追到吧？确实是他没追到，但是呢，你知道吗？在后面我还了解到一个事情啊，原来在剩下的那几年学校时光，那个女生一直以为我们是傻子，就是我们以为的画面是那种，就是端着包子过去，哇，爆帅。结果在他们的眼里，我们是那种包帅姐姐。但是我是觉得说，无论是什么时候，把自己喜欢的那一份分享给自己喜欢的人，这种也算是一种浪漫。但确实有的时候也不太合适。现在这个同学追女孩还推包子吗？现在他去开了那个烧烤店。来，我们听点那种浪漫的。莫唐有一个是不是很浪漫的那种举措？不能说是浪漫吧，也是伪浪漫。伪浪漫。上学的时候呢，大家都觉得自己很浪漫，追女生都其实一个统一的办法，就是把哥们儿们都聚到一起，我今天要跟他表白。哎，对，有，就是一块儿跟哥们儿说啊，哥们儿，哎，帮我怎样，开始布置任务，然后我就是其中一个，我们就开始给他布置啊。他的方案是什么呢？我们买了很多的礼花，追着女孩放，一把加特林啊！他的意思是我们去踩点找到一个小区，那个小区呢是一个方形的这么一个楼，然后他那个门是那个拱形的门，就是进去嘛。它是一个小区的中间是一个回家的小区，不是谁的家都不是，就是找到那么一个场地啊，布置现场，然后我们几个角都是有那个点的炮仗的，然后他在中间摆了一个心，然后点的鞭炮是吗？用鞭炮摆了一个爱心，一点燃。来不及跑，那个都，那个真是扎心了。那个男生站在中间，是站在爱心中间，是吧？是这意思？对。然后他那个楼是带外阳台嘛，我班的其他女孩把那个女孩领到那个3楼的阳台，往下看。对，然后呢一喊口令，咔一放，砰砰砰砰，然后我的同学在下面喊啊谁谁谁，我喜欢你啊，想得很美好，想得非常的美好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布置了，炸点什么都布置完了，炸点，烟花点，就看女同学从那个门洞子里进来，然后就还有人蒙着眼睛，哎呀，这是干嘛呀？把我带到这儿来，从学校里边带出来的，但是干什么呀？然后就上楼，然后说你先别看，你先看，然后下面就开始，那个男孩抱着一束花，就站在下面，放，我们是开始放，然后蒙着那个女孩的眼睛那个人就打开了，看，腾他打他脸上了。没有打他脸上，你知道10点多那个老楼就是老头老太太都已经睡觉了啊。然后那个筒子楼，它是4外圈4个面的楼，都是楼，像个山谷一样。腾，那个声音就像一个巨大的音响，你知道吗？就像爆炸了一样，砰啪，隔壁爆破队来了，以为整个楼道那个声控灯，整个啪一下就全亮了。住家的那个灯就星星点点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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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开始亮了，家家户户都起来了。那个男孩还没喊的那边这，我说你要什么？我看你就不像好人。还有人往下冲，就开始骂得很惨烈的。你当时跑了吗？
当然要第一时间跑的。而且那个女孩当时在3楼，因为她来不及跑了，只能假装也是住那的，跟着一起骂。然后我们就像老鼠一样四处哗就开始跑了。就跑了之后，跑得很远，还听那边烫啪烫，还在响。那个女孩就觉得这一帮人就是神经病，就是一帮傻子。那女没有答应他啊，这确实很难答应。说到浪漫，我跟大家讲，其实中国人的那种父母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含蓄的。哎，就过春节的时候，全家一起坐在那儿看春晚，有的时候会演一种那种小品，就夫妻恩爱的。演完以后，主持人就会说：“那么，亲爱的朋友们。”这个时候，请把你的目光投向你身边的这位，哇哦，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说一声你辛苦了。一般这种时候，一回头，我出去抽根烟，真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面对那样的场景，就无法进行这种浪漫。我妈就是那种追着，杨同学快点，然后就是一个往外抽烟，一个要去抱。我爸，我烫死你啊！没有，后面没有。后面没有了，太夸张了，你爸太吓人了。你像海涛，其实他总是在写一些浪漫的歌，还有刚才那个诗也是给孟晨的，是吧？之前我看了一句话，我觉得那句话特别靠谱。大家总是觉得这个爱情是遇见的，就是我遇见了你，才我叫我爱你。但是人家说的是这个恋爱啊是遇见的，但是爱情是养成的，它不是一步达成的。所以说，我们对自个儿爱的人要多做一些爱的事情，让我们的爱情更加的美满丰富啊。